一周减一餐，1个月瘦2斤。嘿，这怎能做到啊？会不会没有效啊？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没有负担，也没有愧疚感，又有效的减重方法。胡乃文开讲喽！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你知道吗？减肥过度了，坏处就是显老。胖啊，其实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但是呢，胖我们基本上可以分为几种，一种是正常的肌肉多的这种称之为胖的，还有一种肥肉的胖，还有一种是水湿胖。那么假如说你是正常的肌肉比较肥盛的这种胖啊，不要太过度的去减肥，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你的骨架子就是那么大，你的遗传就是那个样子，你怎么减，我跟你讲也很难减得下来，所以这种人不需要减肥，只要维持体态就可以了。虽然说他比较来的好像看起来比较胖一点。那第二种呢，这种肥肉胖，肥肉胖其实这一种情况呢，有的时候是内脏脂肪太多，内脏它的表面都有很多的脂肪，主要的是作为内脏互相之间的一种缓冲，不要互相打架，也可以帮助人饥饿的时候提供能量。第三种啊，这种是一定要减的，它是病态的胖。这个病态的胖呢，就是水湿胖，或者叫做水肿胖，也就是说它的四肢啊等等各处的这个不是肥油，而是水太多，这种胖呢是非减不可，而且呢可能要跟医生合作。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先测试一下有没有水湿这种胖，透过按压皮肤来测试哈，按脚踝之后呢会变白，2秒钟之后仍然没有恢复到红润的话，那这可能就有水湿了，要注意咯。那还有一种就是水肿，水肿的话你也是一样，按脚踝的上方这个脚筋骨这个地方按个差不多接近1分钟吧，等一下你把手拿开了，那个凹下去的地方根本就不起来，这就是水肿的肥胖了，所以这种大部分都得要跟医生合作来治疗。那么这种水肿胖的人啊，他在外观可以看得到，大概就是白、松、软，而且有肿。尤其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啊，可能脚会肿大起来，并且呢，他会流汗的时候可以闻得到有一种不好的味道，然后身体也觉得沉沉重重的，那睡很多还觉得很疲劳，脸也肿了，皮肤也肿了，并且呢，这种女孩子啊，很可能白带也会比较多一点啊，还有呢，喉咙也会有，常常会觉得里头总是有痰的感觉，皮肤也容易长湿疹啊，而且会发痒啊，这样子。那水湿胖呢，叫做肿，不叫做胖。中医古时候有一种病情叫做忽肥忽瘦。什么叫忽肥忽瘦呢？就是这个人脸看起来好像胖胖肿肿的，然后呢，到了下午，他的脸却瘦下来了，在脚上面变肿了。这个有很多人在坐飞机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这一种状况，有的人会把鞋子脱掉，对不对？然后呢，盘坐在椅子上，等一会儿啊，要穿鞋，怎么搞得穿不上了？那就是因为脚上面已经水肿了，胖胖的，大概就增大1号的样子。而且这种人呢，他多半都会吃的不多，那么这大部分说起来都是脾胃失调的这种状态。这种水湿胖的人要多一点运动，那么水湿胖大部分都是运动太少，或者是常吃生菜、冷饮。所以呢，当你发现到你已经有水湿肿的、水湿胀的、水湿胖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想最简单的自己顾自己的方式就是按穴道了。自己按穴道怎么按呢？其实有几个穴道，例如脚上面啊，有一个穴叫做足三里穴，它是在外膝眼下4个横指的这个长度，这个位置有一个穴叫做足三里。还有呢，脚上面大指的内侧啊，黑白肉间，在那个肌骨的后方大概1寸的地方有一个穴叫公孙穴。这2个穴道经常的按摩可以补脾胃，然后再加上内踝往上3寸，也就是4个横指的这样子的长度，这个位置有个穴叫做三阴交，它可以调整身体的内分泌。假如把这3个穴道常常按压的话，可以脾胃照顾好了，又把湿气给去掉了的这样子的结果。那么怎么样按摩呢？可以这样子，一个穴位啊，按摩差不多30下左右啊，交替的按，一次按压，每一个次按个差不多5秒钟。那么下午晚上至少各做1次。那么尤其下午觉得腿部会这个肿胀的这个爱美的美眉们啊，你在办公室里头也可以偷偷的把脚盘起来哦，在这个地方按摩一下。
那么这几个穴道常常这样按压，可以让人的这个水湿去掉。这样拍，活血气，通淋巴，身体顿时就变轻松了。两只手的大鱼际互相拍，大鱼际在哪里呢？在大拇指的下方这一块就叫鱼。那这个地方有个穴道就叫鱼际穴，你就在这个大鱼际这个地方呢，这样子轻轻的拍一拍，拍多少下呢？拍50下。接着就用这个大鱼际来拍打你的肘窝，这样子拍一拍。大鱼际跟肘窝啊，这个地方都是肺经所过。肺呢，它在经验上面来看，肺是有利水利湿的作用。连续在这个地方拍50下，一手拍完换另外一只手。好，接着再来往下半身，用掌心啊，用掌心就是说把手呢稍微围攻一下啊，用掌心拍打大腿跟小腿的内侧，顺着拍下去，一脚拍完拍另外一脚，每天这样拍打，能够活气血、通淋巴。教给你几个比较能够利水消肿的食物，例如薏仁水或者四神汤。四神汤里头呢，薏仁、茯苓增多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把水湿给去掉。还有红豆，你知道红豆在中医药的应用方面呢，它就叫做赤小豆，它是有利水的作用，所以喝红豆汤也能够消肿利水。另外还有冬瓜姜丝汤，冬瓜是凉的，加一点姜进去呢是比较温暖。另外呢还有姜片红茶哈，还能加一点点甘草啊，这个茶呢喝了也能够利水消肿。一周减一餐，1个月瘦2斤，嘿，这怎能做到啊？会不会没有效啊？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没有负担，也没有愧疚感，又有效的减重方法。日本有学者提到，他说一周假如说能够减一餐，1年半可以减27公斤，这是他们的实验结果。那么他说啊，是一周啊减一餐，其他的每一餐呢都还是正常的吃，而这个减餐呢可能是讲的中餐、晚餐啊。那么这一餐不吃的话，可能很多人会1个月就减了好几公斤，大约3公斤到4公斤。可是我保守一点，我讲2斤，2斤现在的人认为就是1公斤多啊，1公斤多一点点这个样子啊。那么它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呢？原来它是激活了饱食中枢。好，现在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脑里面的结构。这个大脑啊，大脑中心部分呢有一个区域叫做下视丘，下视丘里头有一些神经核，它都是管制人的这个最基本的需求的东西。其中有2个神经核，一个叫腹内核，一个叫做腹外核。这2个核呢，管制的就是人的吃饱跟饥饿。那么像腹内核，它是饱食中枢，腹外核是饥饿中枢，或者叫进食中枢。当你啊吃饱了的时候，饱食中枢会发出一个信号，告诉你说我已经饱足了，要停止再吃哦。那么饥饿中枢呢，是它发出这个信号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啊，我饿了，我得要吃哦。一个人假如他每天都不断的吃，尤其是有人认为啊，一个人他假如在吃饱了的时候，他仍然觉得饥饿还要吃，或者是他看到别人吃东西，他也想忍不住也想要吃，还有呢，看到东西就想吃等等，这些人呢，他一定不会瘦下来，一定会胖下去。那么一周假如说能够忍一餐不吃啊，例如说中餐啦或晚餐啦，有一餐不吃，例如说我自己最方便的日子是星期四，假如说我晚餐不吃，那么这样子呢，一周就忍这一餐。这忍的时候啊，我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机制，就是脂肪细胞它会分泌一种激素，这个激素啊，他说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瘦激素，它会去告诉饱食中枢，叫它发出信号。但是当你一直像刚才讲的，看到东西就想吃，任何时候都在吃，这个时候这个瘦激素就没有办法让这个饱食中枢啊继续它自己本身原来有的功能，也就是说它懒惰了，它不再发出信号了。假如你能够忍着一餐不吃呢，那一种饥饿感让这个瘦激素可以
去刺激到了宝石中枢，结果宝石中枢就能够发出信号。那么这个时候等于说激活了宝石中枢，让它告诉你现在已经太饱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常常用所谓的生菜沙拉来当做减肥的主要的目的物。其实生菜沙拉这个有它的一定问题。我记得在接近50年前，我在学内分泌学的时候，教科书里头提到过，生菜里头含有一种造成甲状腺肿的一种物质，它称之为 goitrogen。因为这个甲状腺肿叫做 goiter， 就是这个 goitrogen 呢可以使 goiter 变大，意思就是说使得甲状腺肿大。最近我有很多的病人来找我，给他们治甲状腺肿。那么甲状腺肿怎么样治疗？我们以后可能会找时间来跟大家提一提。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假如只是吃菜或者吃生菜的话，你的骨头会脆弱，这样子的话呢，将来就有骨折的机会。古时候的《黄帝内经》里头讲，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意思就是说，不管是肉类或者是菜类或果实类，这些都只是帮助你身体好的。那么五谷还是为最重要。五谷呢，它里头含有淀粉。现在减肥的人，他们常常不愿意吃含淀粉的食物，其实将来能量不够，很可能造成你的骨头的脆弱，以至于骨质疏松了等等。那么将来呢，骨折的现象容易发生。减重还是要找对方法哦，不要得不偿失哦。好，今天的内容说到这里，喜欢我的节目吗？记得按订阅和加小铃铛哦。好，拜拜。